大家好，今天的白云说税节目的话题是地铁装配式车站的设计思想，因此我们请来了无锡地铁公司的莫正哲博士和我们交流。莫正哲博士呢，现任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的总工办副主任，正高级工程师，他主导研发了装配叠合整体式车站技术和顶管法联络通道的施工技术。它的有关成果呢，也已经应用于无锡地铁3号线、S1线等工程。莫博士，就是我们国内现在有好几个城市的地铁在搞这个装配式的地铁车站，你能不能就是从学科这个角度、技术这个角度把它们分类？就是现在有很多国内的城市都在做创新的装配式车站的研究和实施。那么据我了解呢，现在没有特别严格的分类，但是呢，一般可以分成两大这个体系吧。一个呢就是全预制的车站，那么这类车站的这个特征呢，就是构建是通过机械连接或者是锚索的张拉，把它形成这个一个整体，来形成一个车站。第二种体系呢是装配叠合整体式的这个车站体系，它是把预制构件装配好了以后，背后通过一层线胶叠合的这个混凝土来把它形成一个整体。那么这是两种这个车站的类型呢，各有特色，各有特点。你们无锡地铁就是要搞这个装配式车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促使你们打算也要搞装配式的这个地铁车站？那么因为装配式建筑呢，它具有智能建造和绿色建造方面的这个优势，更加的高效，也更加的绿色。第二呢，是我们无锡响应中程协多元融合示范工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求。那么装配式车站的这个研发呢，也是我们多元融合课题的一项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么这项课题的这个研发呢，为未来的这个产业化工人的这个转型，然后将我们的这个建筑业和信息化、工业化相结合，来提升我们的这些施工的这个效率，那么得到很好的一个作用。主要的在这个两个方面呢，那么我们就去做了这个装配式车站的一些探索和研究。结合自身的这个城市的特点，我们采用的是装配叠合整体式的这个地下车站的修建。在我们无锡的 S1线南门站，是我们中国首个装配叠合整体式车站的这个实践。那你认为这个通过你们在无锡这个实践下来你认为装配式地铁车站它的那个建设的一个关键的技术主要是有哪些？无锡地铁装配式车站的关键技术呢，主要在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整个的一套装配式的体系，这个结构设计，这是第一个这个方面，因为我们有很多创新的一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双 U 型的这个环扣搭接这种方式，加上后面的这个线胶叠合，它这个对装配累积误差的这个冗余度是很高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预制的这个侧墙和后面的这个线胶叠合形成的这叠合墙这种技术，这个也是非常这个先进的。第二个方面的这个关键技术呢，就是这些构件的这个模具的一些研发以及生产线的一些研发。因为无锡地铁装配式车站的构件呢，它都是轻量化的要求的，要满足我们市场上所有的车辆能够一次性运输，所以我们把构件都控制在20吨以下，我们的模具都是自己开发的。那么把它做成板式构件，不管是柱子还是梁还是墙还是板，总有一面的这个模具总有一面是让它躺在地上的，躺在地上，另外的几个面呢都是可以这个出筋的，可以异形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为了未来能够让这种板式构件的模具上流动的生产线，便于未来在推广的时候呢，大量的这个去生产。第3个关键技术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装配式的机械和这个整套工法方面，
针对我们6种不同类型的构件，去开发创新了5种机械的这个手臂，每一种机械的这个手臂呢，都装在了整个的一个装配式机器人上面，它都能够去针对性的去这个运输承托，或者说是去这个调整这些我们的装配式构件，结合上面的这个龙门吊啊，把每一个构件都能精调到具体的位置去，这样实现了一个这个机械化的这个操作。整个车站的工序就是切割成了很小的这个工序了以后，用这个装配式机械去针对每一个工序形成了整个的这个工法，我们也是申报了这个省级的一些工法。您这个结构体系上面，有没有考虑我们无锡的一个地层环境条件，比如说工程水文地质条件这方面的特点，在你们这个结构设计当中，有没有专门的关注这一点？我们无锡地铁在选用装配式车站这个类型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考虑了这个地层的条件。无锡呢是属于这个华东地区，我们一个地层的特点它是覆水，第二个地层特点它是这个软土。那么覆水地层呢，我们尽量的减小装配式车站它的一些这个天然的一些缝，所以我们选用了叠合的这种方式，对于我们的一些覆水和一些这个软土地层要快速封底，而且底板呢它并没有这种装配式，它要可以节约模板、节约脚手架这些优势它没有的，那么所以我们的底板就直接就现浇，这是最好的。再比如我们的这个中板呢，它不像侧墙和车站的顶板这样要接受很多防水渗漏的这些要求，现在我们把它优化成全预制的这种形式，所以我们也不单一的一味的去采用某一种的这个装配形式，但整体上我们的体系是装配叠合整体式的这个体系。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要适应于软土地层，它会存在一个比较强的维护结构，还有我们的一套支撑系统。但是呢，跟我们装配式的这个构件在基坑当中的运输，这些支撑的存在会阻碍它的这个运输和吊装，就是形成了一种矛盾。那么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思想上面呢，之初我们就考虑到要把各个结构啊和我们的这个预制构件的统一的统筹去考虑，是一个魔术化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把地连墙的这个宽度我们设置为9米，然后把我们钢支撑之间的这个间距设置为4.5米，然后把我们的这个侧墙的宽度、顶板的宽度和柱啊、梁啊这些，这个都设置到这个宽度最宽是3米，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装配式的预制构件能够在这些支撑间距当中去进行穿越、旋转这个运输，从而呢就是能够解决在软土地层当中装配式车站的施工问题。我听下来哈，就是无锡地铁的这个装配式的这个建造哈，第一个是你们奉行了一个因地制宜这样一个原则。其实标准化的目标，我看也是为了将来下一步啊，单项动作的机器人能够做某一项特殊的事情，比较为它提供了这么一个方便啊。这样的话也便于啊，未来的话我们把无锡地铁的这个车站装配式车站的方式向全国或乃至世界上其他地方推广的话，那么也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方便啊，能够实现这个机器人这个替代人力这样一个建造的方法，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这个理解是非常对的，因为我们呢在做装配车站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为这个装配式的地下车站去做准备，我们实际上是聚焦于装配式的地下的空间结构。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装配的车站，它的预制构件的这个类型我们是控制的，就是梁柱板墙是高度要标准化，一定要控制在这个有限的这个数量以内，然后通过这个现浇叠合的方式，因为它对于装配累积误差的容易度非常高，
预计还有2000多座的这个标准车站要进行实施。如果大量推广的话，它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前景嘛。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多跨以及多层结构的地下空间，那么我们这种方式能不能行呢？也行。所以我们做标准化的时候呢，第一个是把我们的构件高度的标准化，第二个呢就是把我们运输这些构件的这个装配的机器人这些手臂高度标准化，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体结构设计上的这个模数把它高度标准化，这样了以后呢，就是可以达到整个的这个体系啊能够去扩展和延伸的去使用，为未来的推广留下空间。我上次去了一下这个车站哈，给我的建筑上的造型的一个给我留下的一个印象是非常的明快啊。如果不是装配式，是不是说效果会差一点？而是说因为你用了双配式，然后使得我这个车站的建筑上能够跟不是装配式的是有一些什么差异？我们在做南门站的时候，主导思想是能做装配的都做装配，所以说不仅仅是土建结构做了装配，机电管线包括我们的这个装修等等方面，我们都做了这个装配式，包括我们的二次结构，像我们的轨顶风道、楼梯以及我们的站台板都是预制装配的。白教授，你可能到了南门站以后，感觉净空好像挺高的，对吧？但其实它是一个标准站，只是我们把顶上的这些管线呢，我们把它拿到了这个侧墙的这个吊挂系统当中去，把顶上的这个空间全部留出来，把这个装配式的肌肉线条展现给市民。那么双侧的这个管线都隐藏在两侧以后呢，它检修也比较方便。那么我们在外面呢，再通过一个装配式的一个金属的一个结构，把它美化和这个隐藏起来。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整个南门站的一个美学的一个效果。您通过这么多年来对这个我们这个装配式地铁车站的一个实践思考，你认为未来我们这个装配式地铁车站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哪些方面？我觉得这个未来的装配式的这个车站的话，首先它肯定是更多的适用于标准化的一些车站，因为未来这个标准化车站的数量还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像我们的这个车站里面保留了站厅的这个柱子。我们为什么要保留这个柱子？就是因为避免这个装配式的这个顶板去把它起拱，起了拱以后呢，会增加我车站的这个埋深，然后增加我维护结构的这个深度，从而增加大量的一些造价。那么我觉得装配车站未来向标准化车站的使用呢，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的前景。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有很多城市也在尝试多跨多层结构的这个装配式车站，未来的这个推广使用方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是装配式吧，我估计以后可以说那些无人操控啊这些方面也会给现交的那种可能更提供了一种方便。对，未来的话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我们工人的这个产业化转型。因为原先白教授咱们都知道，这个地铁里边车站里面施工啊，最多的时候可能有几百号人，尤其碰到恶劣天气啊什么的就非常困难。而且几百号人在这个不同的作业面上工序交叉非常严重，安全质量其实都不会得到那么高的这个保证。那么现在装配式的这个车站的施工，厂里边是生产预制构件的产业化工人，现场是拿着这个遥控器去操纵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工人。那么有操纵下面装配机器人的，有操纵上面这个龙门吊的，然后再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测量的、管安全的，一个班组可能10来个人就能把一个车站快速的拼装起来。这样的一种趋势呢，最主要是对我们的这个劳动工人的这种作业方式产生了极大的一个变化。